公元1662年，随着朱由榔被吴三桂杀害，苦苦坚持了16年的南明永历政权正式灭亡。除了遁逃台湾的延平郡王郑成功外，清朝几乎完成了中原的统一。然而，也是在同一年，得知朱由榔生死国灭消息的郑成功忧愤而死，其子郑经继位。相较于其英勇无双的父亲，这位新的延平郡王似乎并不具备反清复明的能力，光复汉家江山的希望似乎已经彻底破灭。但是在湖北宜昌西北地区，还隐藏着中原腹地最后一股抗清力量。公元1645年，闯王李自成生死九宫山。为了保存有生力量，李自成之弟李自敬与大明签订抗清协议。大顺残余部队正式被改编为大明的武装力量。西路集团军改旗号为忠贞营，东路集团军与其他南明义军改旗号为忠武营。然而时过境迁，随着永历政权的轰然倒塌，李定国、郑成功等抗清名将先后去世。如今还在中原坚持抗清的，只剩下与奎东游击战斗的忠贞营主将李来亨。李来亨是李自成侄子李过的养子，永历7年受封为大明邻国公，曾多次策应李定国并击败清军的入侵。但随着大明的灭亡，这个还在深山抗清的义军也将迎来他的结局。根据历史记载，公元1664年，清兵20余万围困毛鹿山，李来亨弹尽粮绝，引火自焚。但如今我们回到了大顺穷途末路之前，就绝不会再轻易束手就擒。此时我军部队不过区区6000，无论是东北的清廷还是西南的吴三桂，都能将我们轻易抹杀。平西王吴三桂更是将统治重心迁移到贵州，试图消灭李来亨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。李来亨并不打算效仿吴三桂投降大清，其一是他的民族意识并不允许他这么做，其二是以索尼为首的清廷辅政大臣并不打算轻易放过他。如今的李来亨似乎只剩下2条路，一条是趁着清廷内部斗争之时消灭吴三桂，转进云南继续抗清，但这无疑是再走一次永历皇帝的老路，即便击败了吴三桂也很难有所作为。另一条则是效仿郑成功转进海外，与郑经合兵一处，再寻机收复中原。此时的噶玛兰地区尚未受到郑经的统治，但是郑经对于李来亨转进台湾的看法尚且未知。如果郑经没有足够的抗清觉悟，李来亨的到来无异于羊入虎口。如果对方执意驱赶，或许我们只能往更遥远的南方转进。自从山海关大败以来，顺军军纪败坏，战力低下。南明朝廷覆亡之后，忠贞营将士更是魂不守舍，士气低迷。但是当李来亨将自己的打算告诉全军将士后，却又意外地收获了大量的反对。原因无他，郑经是延平郡王，而李来亨仅仅只是个邻国公，从礼法上就低了一个等级。没有人愿意去郑经的手下遭受老兵的打压。眼瞅着营中粮草即将断绝，李来亨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个名叫傅鹏的士兵走入了李来亨的营帐，向他解惑道：众人所忧虑的，无非就是将军爵位不如那延平郡王。如今大明王朝已经覆灭，明朝的爵位自然也不再作数。将军既然是永昌皇帝的后人，何不重立闯王大旗，以王命昭告天下，正可与那延平王平起平坐。李来亨听罢，依旧感觉心中忧虑，反问道：延平王乃是先帝亲封的郡王，我也是先帝亲封的国公，若我复立闯王之旗，那不是白白获得乱贼之名？傅鹏则回应道：命世已亡，将军示威，非此举难安众将之心。若将军愿复立闯王旗帜，末将愿亲往台湾游说郑经。李来亨听从了傅鹏的谏言，于1664年元月建元称王，另立年号武定。李来亨见作称王之后，即刻下诏安抚众将与地方势力，顺便收点高价保护费，作为转进台湾的启动资金。得益于我们的主簿一不小心篡改了账目，使得我们这一次的保护费赚得盆满钵满。传扬出去，等以后灭掉大清了，闯王必定百倍奉还。随后再令傅鹏为使前往台湾，游说延平王郑经与我们合作抗清。
到了2月，当傅鹏抵达郑经的官邸大院后，却狠狠地吃了个闭门羹。接连数天，郑经都以身体抱恙为由拒绝与傅鹏会面。此时的傅鹏心里已经凉了半截，他大概已经猜到郑经此举的用意，定然是他不愿意让自己的领地拥有2个王平分自己的权利。但如果不能得到郑经的支持，即便顺军在噶玛兰有了落脚之地，大顺的军队也一定会被郑经驱逐。值此危亡之际，傅鹏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结王。公元1664年2月27日，傅鹏趁着郑经外出游猎之时，隐藏在密林之中。当郑经追着一只野猪与自己的护从分开之时，傅鹏从天而降，用自己随身的短刀劫持了郑经。如今大明正统已经灭亡，延平王不思抗清复国，反而在此游山玩水，是想将江山拱手让给满清胡人们。如果延平王没有抗清的斗志，我就在此杀了阁下，再自刎而死。延平王尚能与先王一般名留青史，若延平王还有抗清之意，那为何不与闯王结盟，一同抗清？此时的郑经已经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傻了，但若说他不愿意抗清，却也是冤枉他了。只是面对一倒2亡的局面，他并不愿意分出自己那一部分权利罢了。这林国公乃先帝亲封，如今先帝晏驾便趁乱作王，我郑经抗清一生，贤能与一介反贼同流合污？若林国公执意如此，我自不愿意奉陪。外使胆识过人，何苦效力于乱臣贼子？不如放下刀兵，我自以上宾相待。郑经一力劝诱傅鹏，却忽视了傅鹏的忠义之心。傅鹏见郑经冥顽不灵，遂掏出匕首，将短刀对准郑经的咽喉，又将匕首对准自己的喉咙，仰天悲痛道：“我主一生抗清，功勋何止千万，如今你偏安一隅，不思抗清，反而将忠义之人拒之门外，天下岂有这般道理？若延平王依旧执迷不悟，就让我来做这不义之人吧。只是延平王死后，这天下的抗清之人恐怕将不复存在了。”郑经着实被傅鹏这一阵仗吓到了，于是赶紧回复道：“我只是检验一下闯王是否真心抗清罢了，阁下何必将戏言当真？”在傅鹏一般威逼下，郑经只得答应与李来亨签署协议，将噶玛兰地区的归属权让给李来亨。傅鹏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，为大顺赢得了喘息的时间。与此同时，李来亨也派出使臣向吴三桂与清廷示好。他当然不是真心归附，只是放出烟雾弹迷惑二者。在得到傅鹏成功的消息后，立即在商人与地主的协助下，从长江水路出海逃亡。5月25日，李来亨率领中正营残部抵达台湾，直到这时他才勉强松一口气。而当李来亨抵达噶玛兰的第一件事，便是与郑经签署盟约。出使的任务再次落到了傅鹏的手上。在傅鹏抵达赤坎后，郑经极其热情地说道：“哈哈，当年先王在时，就曾听闻林国公之名。若能与林国公缔结盟约，则吾辈抗清必能功成名就。烦请外使回去转达，数日后可在南头会晤，孤必然郑重迎接。”不等傅鹏回应，郑经便草草散席。无奈之下，傅鹏只得返回噶玛兰，向李来亨如实禀报：郑经与王上相约会晤于南头，共署抗清协定。但以我来看，郑经席中多有傲慢之意，依旧把王上当作林国公来看待。此次盟约恐怕并没有那么容易签署。李来亨沉吟片刻，最终只能轻叹一声：“不料那郑经必然不会赴约，我等还需早做准备。”果然，到了相约的那一天，郑经的部队并没有出现在南头，李来亨扑了个空。傅鹏不由得大骂道：“郑成功何等英雄人物，怎么能生出如此无信之辈？”
郑经的爽约使得这个本不牢靠的同盟出现了一丝裂痕。不过李来亨从一开始就没觉得这个同盟能长久。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，现在的郑经早已将他视作眼中钉。这个一触即溃的同盟不过是给他前期发展延长时间，让他有足够的余力消灭岛上的另外2个土著政权。不过郑经也有同样的打算。6月15日，李来亨向卑南的大龟文王国出兵。不久之后，郑经也集结了所有部队向大龟文挺进。只是郑经的出兵速度还是慢了一些，李来亨的部队早已占据大龟文各地咽喉，阻断了郑经的进军路线。此时心急如焚却又不敢擅自对顺军动手的明正大将北宫元翠喝骂道：“这个岛本来是延平王的地盘，我主心怀仁德，方才让你们驻军于此。可如今你们却毫无理由地向我们的藩国出兵，这便是对延平王的羞辱。若尔等再不速速退军，恐怕不日便有倒兵之祸。”不过李来亨可不是吓大的，面对北宫元翠的威胁，他只是轻描淡写的回应道：“将军麾下有雄兵100万，孤有百战之将。那延平王偏安海外多年，不如让他先回府库看看自己的武器有没有生锈吧。”最终，直到李来亨吞并卑南，北宫元翠也没敢轻举妄动。为了安抚当地的藩王及原住民，李来亨还迎娶了藩王之女，宣告两族友谊长存，永为一家。大龟文藩王早已对郑经的统治深恶痛绝，甚至借自己女儿之口，以抚顺之名派出青壮数万支援闯王。李来亨就这么轻松地收获了当地土著的民心，这可把郑经气得够呛。气急败坏的他不由得在王府内对北宫元翠破口大骂：“李来亨这条外来的丧家之犬，走投无路时才来投奔于我，我好心收留他，他居然敢喧宾夺主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你却在这个时候掉链子，难道是打算等他做大之后反过来吞并我们？”被领导狗血淋头的骂了一顿，北宫元翠的心里也十分委屈，但他又不敢跟郑经明着唱反调，只能委婉地回复道：“如今大龟文王已归降李来亨，但他的盟友却依旧与我们为敌，更何况北面的满人还虎视眈眈。如果这个时候与李来亨开战，恐怕就会有腹背受敌的风险，还请大王三思。”此时的郑经陷入了更加麻烦的战争中，只能暂时放弃对李来亨发动进攻。不过郑经不知道的是，更让他破防的事情才刚刚开始。早在乘船抵达台湾之前，徜徉于海洋的李来亨就意识到了海权的重要性，尤其是在接触到了来自吕宋的弗朗基商人后，更是坚定了他的想法。只是以顺军现在的领地数量，极难发展自身的海军，但他又不能直接对郑经动手，所以他将自己的目光放在了东北的一个国家琉球王国。随着大明王朝的覆灭，大明的朝贡体系也分崩离析，失去庇佑的琉球王国正在遭受德川幕府的进攻。李来亨则打算趁着这个机会占领琉球，只是这场战斗并没有李来亨想的那么容易。大顺武定3年2月，李来亨率军越过南投，奇袭了琉球王国的盟友大渡王国，将大渡王国的版图纳为己有。而这就是最让郑经破防的一件事。大渡藩王举族归附，是壮贼彻头彻尾的挑衅。如今李来亨得到了少数民族的支持，其势力将更胜于我。只恨当年误信了奸贼福朋的鬼话，否则怎会引狼入室？自郑成功收复台湾以来，全面实施兵农合一政策，大幅度的侵害大渡、大龟文等台湾原住民的生存空间。要说双方一直和谐共处，那显然是不可能的。如今李来亨降服了大龟文与大渡2个土著政权，相当于变相的获得了岛上原住民的支持。也就是说，李来亨现在已经具备了与郑经分庭抗礼的资本，这就是最让郑经破防的原因。不过此时的李来亨正为其他的事情发愁，根本没想过郑经会如此破防。此前他派出船队渡海登陆仙岛群岛，却多次被敌军的部队击退。随着德川幕府退兵，登陆琉球本岛的希望也
越发渺茫。直到武定4年9月20日，一艘商船从福建方向缓缓驶来，打破了这场僵局。船上之人指名道姓的要见李来亨，说是能为闯王破解难题。此人名叫白门，是奎东商会的一名基层伙计。李来亨当年收保护费的时候，与他有过一面之缘。不过他还有个不为人知的身份，郑芝龙船队的小旗，曾多次参与郑芝龙所统帅的海战，有着极其丰富的海战经验。后来郑芝龙归降了大清，白门不愿跟从，遂回到了奎东老家，当起了商会伙计。当李来亨问起他远道而来的原因，白门直言不讳道：“我随东家的商队途经荆门，听闻闯王即将大败于琉球，因此渡海千里，特来拜见。”白门的话无疑是给数败于琉球的大顺水师扇了一巴掌，水军将领们个个义愤填膺，都恨不得立即将白门生吞活剥。不过李来亨却明显镇定了许多。阁下远道而来，应该不仅仅是为了当面嘲讽我军吧？不知阁下有何破敌良策？白门见李来亨并不因为自己的身份而倨傲，心里顿时升起一丝钦佩，继而拱手回复道：“闯王水师疲弱，能倚仗的不过是奎东商贾所赠巨舰，然琉球伊达之舰不容小觑，但令重舰以数取势，牵其大舰，覆灭闯王水师，易如反掌。寻常论之，固当不甚。然奎东素怀闯王之恩，今为苗贼所惧，故奎东商贾何才出私舰2艘，以助闯王。若得此助，必能破敌。”面对白门的信誓旦旦，李来亨却没有那么自信。在硬性实力上，琉球的联军远胜顺军，再加上多次的战败，更是让水师士气低迷。即便多出2艘战船相助，也不过是杯水车薪罢了。白门见李来亨畏首畏尾，顺军水师将领更是瞻前顾后，不由得破口大骂：“我本以为李来亨虽不算天下共主，却也算一世枭雄，怎么手底下都是一群酒囊饭袋？若尔等都不敢迎战琉球，那我自立军令状，此战不胜，可斩我头。你我今日初次相见，我便委任你为大将，倒不是我不信任你，实在是麾下将领不愿听从调遣呐。汉王不以韩信卑贱，故能成400年之计。民族皆其布衣，进城驱逐胡虏，恢复中华之业。今闯王无汉民之襟怀，而有南唐南宋之猜忌，欲成大业，难矣。”李来亨听罢如梦初醒，当即任命白门为水军主帅，并授予剑印，命他全权统辖海战事宜。9月25日，在被琉球海军封锁了将近2年后，大顺海军第一次出港，直面琉球海军。在此前的战略布局上，琉球海军凭借着舰队质量与数量对顺军水师展开封锁，远在日本的伊达水师也能令顺军投鼠忌器。顺军唯一能倚仗的就是一艘大型旗舰，但是当这艘旗舰出现在海面上时，就会引来琉球主力的围剿，这使得顺军根本无法利用自己的优势。白门就任为水军主帅后，决定妥善利用即将增援而来的2艘桨帆战舰作为海战战场的骑兵，这2艘舰船将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。白门摒弃了此前的护舰策略，即利用商船与运输船护卫旗舰，让旗舰的火炮作为主力输出的策略。这个策略虽然能保护旗舰，但集体行动的目标太大，反而成了活靶子。而琉球桨帆战舰体型较小，使得旗舰的命中率十分感人。白门采用的是诱敌策略，北面与西面分别派出商船与运输船主动出击，利用商船高机动的特质引诱敌舰，运输船再趁机登陆展开肉搏战，而旗舰则是正面出击，利用侧舷炮火掩护商船的袭扰，再直接向东北方向的战舰冲去。由于此时正是西南风，顺军旗舰直接撞成了正面的鹰慈号战舰。与此同时，在仙岛群岛驻扎的琉球水师主将上元抵达战场，立即用旗语指挥上清福号战舰绕开顺军旗舰，但这正中了白门之意。白门立即号令旗舰向其身后的运输舰队开去，失去了桨帆战舰庇佑的运输舰队根本不可能迎战，挡在前面的商船被龙骨擦伤，运输舰队阵型混乱的四散逃窜，上清福号战船也因掩护运输舰队被完全击沉，这使得琉球的桨帆战舰只剩最后4艘。上元立即指挥剩余桨帆战舰重新聚拢，不过就在这个时候，首里号战舰却突然中弹，丧失战斗能力。顺军最后的2艘奇袭战舰正式加入战场，更是一炮击沉上元所在的商船旗舰贝州丸号。
失去指挥调控的琉球舰队俨然已有溃败之势。但闻讯而来的伊达家舰队8艘战舰忽然出现在战场，局势顷刻逆转。面对战力忽然翻倍的敌军，白门当机立断，命令所有船只立即脱战撤退。不过战事却没有完全结束，由于琉球旗舰被击沉，主将上元被救起后立即撤回琉球本岛休整，将封锁的重任交给了伊达家舰队。但他们都没有想到的是，白门率领顺军舰队忽然杀了一个回马枪，对伊达家旗舰济州丸号发起猛烈的炮击，使得伊达家尚未接战便落荒而逃。在白门的优秀指挥下，前后经历共计2个月的时间，大顺水师以1舰未损的战绩重新获得了该海域的制海权。随着海权的丧失，李来亨亲自率领军队攻克琉球首都首里城，俘虏琉球国王与包括上元在内的上氏王族全部押送回卑南软境，琉球王国正式灭亡，立国241年。虽说李来亨占领了琉球大量疆域，但此前德川幕府也占领了部分琉球领土，再加上日本视琉球为核心之地，双方必然会出现各种摩擦。当摩擦到了一定的临界点，就会爆发全面的战争。但是现在李来亨却完全管不了了。武定7年6月1日，一则来自赤坎的消息彻底引爆了李来亨的神经，郑经正式撕毁盟约，宣布与李来亨决裂。明郑与大顺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。